根据德新社11月8号的报道，德国政府已经批准德国公司大幅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截止到11月2号，德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价值近3.23亿美元的对以武器出口许可，这几乎是德国2022年全年批准向以色列出口武器规模的10倍。那么在这次援助当中，德国究竟会为以色列带来哪些装备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一轮哈以冲突爆发之后，美国是第一个表明支持以色列并提供援助的国家，其调遣福特号航母赶赴中东，将物资运送到以军手中。而紧随美国航母其后的，就算是英国的2艘军舰和数架战机了。眼看有2位大哥带头，德国很快也发声了。报道称，在哈马斯对以发动突袭1周后，舒尔茨曾对德国议员表示，国际法规定以色列有权保护自身及公民免于遭受这场袭击。他强调说，德国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站在以色列一边。舒尔茨还表示，他已经通报以色列，该国可以要求他提供一切所需支持。因此，很快德国就传出了援助以色列的消息。按照德新社10月8号从德国经济部获得的数据显示，截止11月2号，德国政府批准了价值近3.23亿美元的对以武器出口许可。报道指出，这几乎是德国2022年全年批准向以色列出口武器规模的10倍。尤其是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舒尔茨承诺德国向以色列提供其所需的任何军事援助。据了解，在今年德国批准的218项对以武器出口许可中，其中近85%是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发放的。自那时以来，与以色列相关的185份许可申请已经获得批准。那么这么多的武器出口都包含了些什么呢？根据德国提供的信息，导弹或者炮弹等战争武器仅占总量的6%左右，价值略低于1900万欧元。其他国防装备包括防空系统、装甲车、军用卡车、安全玻璃和其他产品，占出口的最大份额，出口额呢略低于2.84亿欧元。虽然德国国防部并没有对这些武器有过具体的型号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德国近期的动作猜测一二。例如，在11月8号，德国国防部称，11月10号，德国国防军爱国者系统将结束在波兰的任务，15号开始逐步往回撤。这些防空系统呢，就有可能会被增援给以色列。此前呢，德国在波兰的防空系统目前有3套，320多名人员。他们是加强北约东翼的一部分。去年11月，一枚 S-300 防空导弹落入波兰境内。虽然俄罗斯一直否认，但并不影响北约继续加强东翼防空力量的决心。德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也在2023年1月布置就位。但随着乌克兰战线稳固以及中东突然爆发冲突，这些防空系统也被德国撤回。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德国此举很有可能是在为了援助以色列做准备。毕竟在当前以色列地面进攻形势稳定的情况下，其唯一需要小心的就算是来自敌对势力的远程袭击，例如地道内的哈马斯，或者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胡塞武装。特别是后者，虽然和以色列间隔了整整1700公里，但这并不影响其一直向以色列扔导弹的行为。在最近几天，胡塞呢就一直向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发起无人机与导弹攻击。不过好在部署在该地区的以色列国防军剑3反导系统表现还不错，击落了来袭导弹。也正是胡塞武装的表现，让美国在后来调遣了几十架大型运输机，向以色列周边部署大量防空系统。而德国很有可能是有样学样，毕竟对于以色列而言，像防空系统这种东西呢，肯定是不会嫌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也就是10月12号，德国国防部长还同意向以色列租用2架苍鹭 TP 无人机，用于反击哈马斯的进攻。这个苍鹭无人机呢，是由以色列航空公司开发制造的。德国先前向以色列租借了5架，用于培训德国操作员。但在哈以冲突爆发后，德国决定先将这款无人机交由以色列使用，毕竟对以色列而言，自己的东西用着也更顺畅。这款无人机呢，是一款长航时无人机，
它能够在最远10.5公里的高度进行长达52小时的中空长航时操作。该机是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开发的苍鹭1无人机的改型，旨在满足以色列和国际客户的需求，并执行各种战略任务，包括利于各种有效载荷进行情报收集、监视、目标获取和侦察，并具有高可靠性。苍鹭 TP 呢，采用全复合材料机身，高展显比上单翼设计，还配备有双尾撑配置，尾撑从机翼延伸形成尾部结构，由单个尾平面连接的2个垂直尾翼组成，前3点可伸缩起落架设计。1个前轮安装在机头下，2个主起落架安装在尾梁整流罩内。苍鹭 TP 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为5670公斤，机长14米，翼展26米，由普惠公司的 PT6A、67A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提供动力，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后部，驱动一个推进式4叶螺旋桨，其飞行速度为220公里每小时，飞行高度13715米。该机呢，由于内部空间较大，其所有的航空电子设备中都具有3重冗余功能，包括多重冗余、自动监控和故障检测等，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它的 M19HD 多通道光电瞄准系统安装在机身下，该光电吊舱呢，包含了红外和白光摄像机、激光测距仪，可以在所有条件下实时观察战场。苍鹭无人机可以执行监视、侦察、战斗损失评估、目标获取、空中加油、情报收集和导弹防御等多种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空军最早在2010年注意到了以色列的苍鹭1型无人机，并对其好评不断。因此呢，后来考虑引入新的苍鹭 TP， 但采用租赁方式。2018年6月，以色列 IAI 公司与空客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6亿美元的协议，将5架苍鹭 TP 无人机租赁给德国联邦国防部，还包括运营支持和维护以及人员培训。这些无人机原计划是用于阿富汗执行任务，但现在呢已经没有需求了，因此德国人计划将这些无人机部署在位于德国施勒、苏伊格、霍尔斯泰因的贾格尔基地，其中2架无人机将部署在以色列，用于培训16名无人机操作员。这时候或许各位会好奇啊，为什么大兵没有提到这款无人机的火力？这是因为以色列在20多年前立法禁止以色列空军使用武装无人机，该禁令一直到2022年7月20号才废止。因此，直到2022年4月6号，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才批准购买140架苍鹭无人机。德国国防部打算将其中60架无人机用于训练，其余80架用于作战。同时呢，这款无人机也获得了德国军用航空管理局的认证，该认证使得其成为德国武装部队第一个完全遵守国际商定适航准则的无人机。而这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呢就将无人机还给了以色列，很有可能意味着这2架无人机已经完成了武装化改造，能够满足以军的战场需求。现在就看苍鹭 TP 武装型何时能够露面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